前段时间我们去了云南和西藏，看到了金沙江、澜沧江还有怒江，特别是金沙江那个大峡谷、险峻奇，还有那个虎跳峡。我们现在这里看到的也是属于金沙江大峡谷，这里是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，左边这边就是四川，右边就是云南。我们去贵州、四川、湖南会发现有一些悬崖村，那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村落也是一个典型的悬崖村，就在金沙江旁边。看这个距离也非常高，大概是300米左右。刚刚我们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，在这个金沙江上面连接着两岸有2根巨型钢缆，还有一个笼子，那个就是溜索，就相当于我们去一些景区游玩，有索道有缆车，这个性质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村落之前进出的话没有道路，只能靠这个溜索进出，看着都有点恐怖啊。我们现在去村落里面找一找，看一看，看看能不能体验到这个溜索过金沙江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村落里面，下面就是金沙江，相当于我现在是站在悬崖边上面。那溜索呢，肯定也是在金沙江旁边。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的村民，大概指了一个方向。现在我们去探索一下，等一下呢，看看能不能体验一下那个溜索。来到云贵川，有一点感受让人非常明显，就是大部分村民的房屋都是建在这种半山腰或者山顶上面，1层2层，层层叠高。就是说，这里是1、2户，上面是1、2户，在上面呢又是几户，都是分散开的，跟平原一个村落集中在一个地方反差太大了。特别是北方的人，大部分没见过。我也很佩服建在这个边上的。你像最下面这一户离这个悬崖边没多远，胆子非常大呀。像这些地方以前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出一趟门是非常不方便的。我们现在说这里是悬崖村，其实在云贵川悬崖村太多了。按照村民的指引，溜索就在这个下面，这边的风超级大呀，感觉受的人都会吹跑了。钢缆我好像看到了，这条小路现在看起来杂草丛生，那么在以前肯定是有很多人走的。看到了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一个小房屋，那可能就是操作间，下面有一个铁笼，就相当于我们坐索道的车厢一样。我们经常在景区坐缆车、坐索道，大家觉得可能是方便、很稀奇。那以前在山区的时候，没有道路，进出只能靠这种方式，你会不会觉得稀奇？这个索道大概是运行了20年时间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悬崖村的村民20年要去对面出门，就必须坐这个溜索。对面就是四川了，这里是云南。那当地的村民进出的话，就先到四川，然后通过公路再去云南，因为这样方便一点。如果直接从这种后面这根大山过去呢，是非常不方便的。那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铁笼子，感觉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命线呢。这个溜索不光是坐人的，还是运送货物的。打个比方说，村民要盖房子，那个砖瓦靠这个运输，然后家禽也是靠这个运输，反正能运送的东西都是靠这个溜索。要进笼子，就得先把这个打开，人呢就进来了。现在不能运行，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站一下。我今天本来主要目的是想体验一下这个溜索，就是过金沙江，但是有2个原因，一个是开这个溜索的老人不在，他出远门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今天风超级大呀，感觉有7、8级的大风，就算那个老爷子在，我也不敢坐，因为这个溜索离江面的距离大概是270米。你如果风大的话，我有点担心。你看现在我就站在这个笼子里面，给大家环绕一周看看，不大呀，可能能坐7、8个人吧。这个就是巨型的钢缆，通过这个钢缆加一个滑轮，然后到对面。这个小房间就是操作间，进去看看。啊，这个就是设备，
现在是用电源带动的，以前可能是用那种小型的柴油机，也是拖拉机吧，这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小型的拖拉机，那个是柴油的，带动这个旋转。以前应该柴油机就放在这里，那后来可能用电比较好嘛。那早期这里应该是没有电的。在这个墙角下还能看到2台废弃的柴油机，就是以前开坏的。因为这个溜索这个索道每天都在用，每天进出的人非常多。我在网上看资料说，这个老爷子之前电话是不间断的，时时刻刻都要在这里守着。人呢从这里进进出出，有去赶集的，有去办事的，都是通过这里去到对面的。现在这个索道是停止运行了，但是它之前运行了差不多20年。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索道的故事。在这些山区，特别是大峡谷旁边，因群山横亘、江河重错，行路难、过江难，阻碍着这些山区老百姓出行的脚步。以前许多群众出一趟门要砍刀开路，走那种羊肠小道，有时候还要攀爬悬崖。过江呢就更难。被称为亚洲第一溜索的英格溜索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索道，它是修建于1999年。在这个索道之前，当地村民进出的话，只能从这个悬崖顶部走到那个金沙江相对来说低一点的地方，乘轮船去试穿。但是众所周知，金沙江的水域不太稳定，因为这里是大峡谷，经常呢会起风，就像我们今天这个风力都7、8级。那轮船过江的时候很容易出现事故。运行这个索道的蒋老爷子曾亲眼目睹村里人们过江的时候，轮船被江水吞没，那当时很多人就出事了。于是蒋老爷子就号召村里面的人一起修建了这个索道，它横跨了云南、四川两地，全长470米，修建完成20年的时间，一直是当地村民最方便的出行方式。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，金沙江上面的这个索道给当地村民带来了油盐、辣椒、砖瓦、电视机，整个这个村落里面几乎所有的进出物资都是由这条索道运进运出。直到2018年7月份有所改变，与这个溜索相隔几百米的金沙江大桥正式竣工。1年后，桥到村落的道路也通了，于是差不多这个索道、这个溜索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。因为有了道路，有了大桥，当地村民基本上就是自己骑车或者开车过江，这样就方便一点，还更安全。故而从这个大桥开通之后，当地的村民基本上就不会坐这个溜索过江了，都是一些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来体验这个溜索。本来今天我也是有这个打算的，但是不凑巧，原因也刚才说了。看完这个索道，你敢乘坐，你敢体验吗？估计很多胆子小的人上都不敢上去。那如果是女孩子的话，乘坐到中间可能都会吓哭。但是我们想一想，这个村里的小孩在以前读书的时候进出的话，这个是必经之路，所以说他们确实让我们值得敬佩啊。乘坐这些索道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的记忆，一辈子的回忆。